观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在常规的体检中，肝功能的检查是必不可少的化验项目之一。很多人觉得只要肝功能检查正常，就证明自己肝脏很健康。虽然对于大多数人确实如此，但有人明明肝功能检查正常，却发现自己已肝硬化或者肝癌晚期了。为什么肝功能正常却查出了肝癌晚期？其实这是普遍存在的一个认识误区，原因就是肝功能正常不等于肝脏健康。常会有人问，医生，我肝功能正常，怎么还会得癌症呢？2018年10月26号，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肝胆肿瘤科陈平教授在《健康时报》发布的《肝功能正常也会得肝癌》一文中指出，肝功能正常也会得肝癌。肝功能正常仅仅代表抽血时肝脏细胞没有发生炎症，没有出现坏死，有可能肝脏已经硬化了，又或者肝脏以前曾经有过炎症，但抽血时炎症已经停止。在肝癌早期或中期，只有癌细胞周围的肝组织会受到压迫或侵犯，转氨酶也可能只是出现轻度升高，甚至还可能是正常的。所以在临床上或者门诊过程中，医生会反复地跟患者说，对于检验单应该将各个方面各个指标综合起来，整体的去分析评估病情，而不能死盯着某一个指标不放。所以我们去医院做化验检查很少有做一项的，检验科会根据检验项目临床意义的不同做相应检验组合，以便从不同角度来反映患者情况的。例如一个怀疑得肝病的患者，如果谷丙转氨酶升高，说明肝细胞有损伤，但造成肝损伤的原因很多，往往要做肝炎血清标志物的检测，以确定肝炎的类型。疾病诊断明确了，正确的治疗方案也就确立了。有位郑大姐曾经发生过重型肝炎，当时花费了5万多元才逐渐恢复，以后定期复查，发现肝功能都很正常，也就慢慢放松了警惕。之后又到医院门诊检查，彩超显示肝硬化、脾脏肿大、乙肝病毒核酸定量3次方拷贝，肝功能和甲胎蛋白完全正常。正常人的门静脉宽度不超过 1.2 厘米，脾脏的长度和厚度分别不超过11厘米和4厘米。但是郑大姐当时检查后的门静脉宽度是 1.7 厘米，脾脏长度是20厘米，脾脏厚度是7厘米，说明她已经有非常严重的门静脉高压表现了。这种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凶险的食管胃底、静脉曲张破裂导致的大出血。肝硬化已经如此严重了，但是郑大姐的肝功能始终是正常的。慢性乙肝患者千万不要只满足于肝功能检查正常，慢性乙肝的康复是全面的恢复，不但肝功能检查正常，而且乙肝病毒核酸长期低于检测下限， AFP 正常，彩超正常，肝脏硬度值逐渐降低，有条件的还要有肝脏组织学检查结果的改善。一张貌似正常的肝功能检查报告单，背后可能隐藏着慢性肝炎、肝硬化甚至肝癌。千万不要因为肝功能正常就妄下定论。你的肝脏是正常的，肝功能检查只是肝脏检查的一部分，并不能真实可靠地反映肝脏的全貌。慢性乙肝患者要切记，肝功能正常不等于肝脏正常，所以肝功能并不能作为筛查肝癌的唯一标准。2018年10月26号，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肝胆肿瘤科主任宋天强教授在《健康时报》发布的《肝功能正常也会得肝癌》的一文中介绍，乙肝是肝癌的重要因素之一，而乙肝患者肝功能大多数是正常的。乙肝病毒潜伏期长，携带着检查肝功能指标时，如果本身肝脏处于免疫耐受期，肝脏的基础条件较好，没有显著的肝脏损伤，肝功能检测结果显示极为正常，但不能发现肝本身已有病毒感染的炎症迹象。肝功能相关指标只是肝脏损伤的结果，并不能反映造成肝脏损伤的原因。
河南省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韩峰也表示，从临床来看，有的肝癌晚期患者癌细胞已经扩散转移，满肚子腹水的情况下，肝功能此时大多也很正常。肝功能正常不等于肝脏没有病变，不能疏漏检测，需要定期到医院进行全面系统的检查，尤其是对病毒活动情况、肝脏纤维化情况进行检测。肝脏是个沉默的器官，代偿能力很强，轻微的小损伤不仅不会引起病人出现症状，就连肝功能检测也常常显示不出来任何异常，因此要多注意检测。这主要和肝脏的特性有关，肝脏是非常坚强的一个脏器，具有很强大的再生能力和储备能力。韩峰主任介绍说，有人做过实验，一只被切掉2/3肝脏的小白鼠，3个月后，它的肝脏可恢复正常大小。所以，即使肝脏已经被肿瘤侵蚀过半，但只要肝脏1/3的肝细胞在正常运转，并不影响身体代谢。肝功能化验是不会显示异常的，身体也可能没有明显不适感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患者能吃能喝、不痛不痒的，肝脏上的恶性肿瘤却已经有拳头那么大了。韩峰主任说，也正是因为肝坚强的特性，不易通过平时肝功能检查发现肝癌病情，加上早期肝癌无任何症状，极易延误病情。患者一旦出现腹痛、食欲下降等症状，通常已经是肝癌中晚期。就临床观察，约3/5的肝癌患者都是已达到了中晚期时才发现疾病的。那么肝功能检查还要做吗？该做还是得做。那既然肝功能检查也不能做到100%准确，还有检查的必要吗？当然有必要。肝功能化验是检测肝细胞损害、了解肝功能基本情况、保障肝脏正常运行的一种手段。肝功能正常不等于肝脏没有病变，不能疏漏检测，需要定期到医院进行全面系统的检查，尤其是对病毒活动情况、肝脏纤维化情况进行检测。肝脏是个沉默的器官，代偿能力很强，轻微的小损伤不仅不会引起病人出现症状，就连肝功能检测也常常显示不出来任何异常，因此要多注意检测。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，肝功能检查基本可以间接判断肝脏的健康状况，及早发现和诊断某些疾病，比如慢性性肝炎、酒精肝、药物性肝炎等肝胆系统疾病。所以每年一次肝功能检查还是有必要的。而对于肝炎患者、肝炎病史者、肝脏疾病高危人群等人群，应结合其他影像学检查进行综合判断。南京市第2医院肝病科杨永峰主任医师对不同的检查方式做了介绍。1. 肝脏 B 超 B 超可对肝硬化、脾肿大、肝结石、脂肪肝、肝癌等做出诊断，而且安全性好，无过敏反应。检查费用相对较低，适合普通人群常规检查。2. CT 可以识别病灶的位置、数目、大小以及与邻近器官和重要血管的关系，对1到3厘米的小肝癌检出率可达90%，是肝癌诊断和随访的常规检测手段。3. 核磁共振是肝脏疾病诊断和鉴别的重要手段，对 CT 难以检测到的小以及微小肝癌敏感性有较大提高，无需增强就能清晰显示肝内血管和胆管的情况，对了解肿瘤和肝内血管胆管的关系有很大帮助。无放射性，适合肝脏有些等密度病变无法被 CT 发现患者。4. 甲胎蛋白甲胎蛋白是肝癌的特异性标志，对原发性肝癌具有早期诊断、鉴别诊断的作用，是目前常用的肝癌筛查方法，适合肝癌高危人群，如乙肝或丙肝患者、肝硬化患者、脂肪肝患者、肝癌家族史者、长期饮酒者等。5. 乙肝5项乙肝5项检查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2对半。乙肝5项检查是从传染病学角度判断是否感染乙肝病毒及感染情况，建议乙肝病毒携带者进行筛查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观友们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想法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